网飞的电视剧《Three Body Problem》还在热播，相信很多朋友看了电视剧之后，也对里面三体人恶劣的生活环境感到痛心。但是三体星系真的像小说和电视剧里描写的那样，环境变化难以预测吗？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现实中的三体星，看看那里的行星是否真的会出现小说里描写的混乱场景。其实所谓三体星，指的就是位于南天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可能会有朋友感到疑惑，我为什么这么确定三体星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呢？这是因为小说中不止一次谈到三体星和我们的距离大约是 4.2 光年，而实际上离我们大约 4.2 光年左右的恒星系就只有半人马座阿尔法了，它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再远点的就是仙王座的巴纳德星了，而巴纳德星离我们有6光年之远。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红色线条连起来的部分就是半人马座，在它的下方蓝色方框所围起来的星座就是在南天非常著名的南十字星座。南十字星座在南半球的地位十分重要，它包括5颗星，就是屏幕上那5个红圈。在大航海时代，南半球的航船导航就靠这个南十字星座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南半球的国家在他们的国旗上印有南十字星座。在南半球，大家想找半人马座阿尔法，只要先找到南十字星座。半人马座阿尔法就是南十字星座最下面那颗星左侧最亮的光点，这个光点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南门2。大家在屏幕上现在看到黄色箭头所指示的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它是全天第3亮的恒星，它的视星等是负 0.27， 它的视亮度仅次于视星等为负 1.45 的天狼星和视星等为负 0.6 的老人星。我在这儿还要多说一句，天狼星相信大家都听说了，而老人星在中国也被称为寿星，是长寿的象征。说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问，半人马座阿尔法又怎么会变成小说中的三体星呢？其实这是因为半人马座阿尔法实际上就是一个由3颗恒星组成的3星系统。人们对半人马座阿尔法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在早期，由于半人马座阿尔法目视可见，人们一直以为那是一颗恒星。1915年，英国的天文学家罗伯特·因尼斯在半人马座阿尔法附近发现了比邻星。因尼斯还确定了比邻星与半人马座阿尔法的空间关系，认为比邻星是在较远距离上围绕半人马座阿尔法转动的伴星。比邻星是一个质量非常小的恒星，发出的光线也十分微弱，它的视星等只有11。要知道，即使在观测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肉眼最多也只能看到视星等为6或者以下的天体，视星等11的天体只能在天气良好的条件下，通过口径较大的天文望远镜才能观测到。时间到了1930年代，随着光谱分析技术在天文学上的应用，天文学家注意到半人马座阿尔法有着极不寻常的光谱特征。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半人马座阿尔法并不像在光学望远镜里看到的那样是一颗单独的恒星，它其实是由2颗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如此，再加上那颗不易被观察到的比邻星，人们终于知道整个半人马座阿尔法其实就是一个3星系统。比较明亮的2颗恒星半人马座阿尔法 A 和半人马座阿尔法 B 组成了半人马座阿尔法那个光点，我们一般称之为半人马座阿尔法双星系统，或者叫做半人马座阿尔法 AB。 而在较远处还有一个难以被观测到的恒星半人马座阿尔法 C， 也就是比邻星。比邻星又和半人马座阿尔法 AB 形成了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系统，这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 AB 减 C。 大刘肯定是注意到了半人马座阿尔法的这个特点，才有了三体星的创作想法。由于距离地球比较近，半人马座阿尔法一直是科幻作品中的最爱，很多科幻作品都以半人马座阿尔法为故事背景。电影《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就是这个系统里一颗行星的卫星，而这个行星的创意则源自于木星。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潘多拉主星上巨大的斑块了吗？和木星上的大红斑是何其的相似啊！好了，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小说里的三体星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的投影。那么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是否真的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形成了一个三体问题，从而对系统中的行星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首先我直接给结论，根据目前的观测结果再结合理论分析，小说里描写的三颗恒星由于引力相互作用，其运动规律无法预测，导致这些恒星对其系统内的行星的影响无法预测，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我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三体问题。所谓三体问题，其实是一个经典的天体力学问题，是求解三个通过引力相互作用的天体的运动规律的问题。在三体问题中，每个天体都受到其他两个天体的引力作用，导致了复杂的运动模式，这就造成三体问题没有解细节，无法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准确的预测所有天体的位置和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同时，三体问题还有一个特征，这就是参数差异与计算结果的离散性。换句话说，就是当天体的质量、初始位置和速度等参数发生微小变化的时候，它的运动模式就有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这就造成无法通过数值模拟或者近似的方法来对三体问题进行求解。但是想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几乎无法求解的三体问题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要求这三个天体的质量越相近越好。而如果这三个天体中有一个或者两个天体的质量和其他天体差距巨大，则不会形成典型的三体问题，而是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限制性三体问题的问题。对于限制性三体问题，我们是可以给出解细节的。就比如，如果三个天体中有一个天体的质量明显小于其他两个天体，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系统简化成二体问题来进行求解，而分析结果的误差则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让我们看看构成这个系统的三颗恒星都是怎样的恒星，它们的质量、体积分别是多少，它们之间的运行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在半人马座阿尔法 AB 减 C 三星系统中，半人马座阿尔法 A 是系统中的主星，它距离我们大约有 4.37 光年。A 星的直径大约是太阳的 1.23 倍，质量大约是太阳的 1.1 倍，和太阳一样，同样属于 G 型恒星。围绕主星 A 在一个椭圆轨道上运行的是双星系统中的半星，半人马座阿尔法 B。 这颗恒星比太阳稍小，也稍暗一些，属于 K 型恒星，它的直径大约是太阳的 86%， 质量大约是太阳的 90%。 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 B 星离 A 星最近的时候，它到 A 星的距离已经小于木星到太阳的距离，此时 B 星离 A 星 11.2 个天文单位。在这里，天文单位也被称为 AU， 是天文学上用来测量距离的单位。一个 AU 就是一个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这大约是 1.4 亿公里。而 B 星离 A 星最远的时候，到 A 星的距离大于天王星到太阳的距离，此时 B 星离 A 星 35.6 个天文单位。B 星绕 A 星转动的周期大约是80年。根据恒星演化理论，这两颗恒星的年龄大约是50到60亿年，这要大于太阳46亿年的年龄。而从寿命上讲，由于 A 星稍大于太阳，所以 A 星的寿命也会稍短于太阳。要知道，由于恒星的质量越大，其上的核反应就会越剧烈，因而恒星的质量越大，寿命就越短。太阳这样的恒星寿命大约有100亿年，而1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寿命就只有几亿年了。但最小的恒星红矮星的寿命就能有几万亿年。至于半人马座阿尔法 C 星，也就是比邻星，离 AB 双星系统大约有15000个天文单位的距离。
它绕双星系统运行的周期大约是50万年。目前比邻星是我们知道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它与我们的距离只有 4.24 光年，大约和28万个天文单位。比邻星是一个质量非常小的恒星，属于 M 型恒星，或者说它是一颗红矮星，它的直径大约只有太阳的 14%， 质量则只有太阳的 13%。初步估计它的年龄大约是 48.5 亿年，但要知道由于质量很小，它的寿命却出奇的长，一般预计它的寿命将超过3万亿年。讲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了，由于 A、B 两星在质量上和 C 星的巨大差距，它们之间的距离也相差甚远，因此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并不构成一个典型的三体问题，最多只能算是个限制性的三体问题，而在计算上是可以忽略 C 星的影响的，将整个系统简化成一个双星系统来考虑。讲到这儿，本来这期节目就该结束了，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还不过瘾，想知道这个三星系统中是不是存在着行星？如果有行星的话，这个行星上会不会存在着生命呢？其实科学家确实在这个系统里发现了行星，其中有的行星甚至还处于宜居带上。但是要准确地回答这些处于宜居带上的行星是否有生命，我想现在还不太可能。目前天文学家在 B 星和 C 星周围都发现了行星，人们在 B 星周围发现了1颗行星，而在 C 星周围发现了3颗行星。B 星的行星被命名为半人马座阿尔法 BB， 而 C 星的行星被命名为比邻星 B、比邻星 C 和比邻星 D。半人马座阿尔法 BB 离主星的距离仅相当于水星到太阳距离的1/10，这么近的距离使得 BB 星表面的温度可能会超过1600度，因此半人马座阿尔法 BB 并不处于宜居带上。但在被发现的比邻星的3颗行星中，比邻星 B 却是处于宜居带上的。这个比邻星 B 是一颗类地行星，它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 1.1 倍，它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 1.17 倍，它离母星比邻星的距离只有 0.05 个天文单位，但由于比邻星表面的温度只有3000摄氏度，远低于太阳表面6000度的温度，因而天文学家预计比邻星表面的平均温度大约是-40度，在这种条件下，生命是有可能存在的，而且比邻星 B 极有可能像月球一样出现了潮汐锁定的现象，也就是它的一个面将永远朝向比邻星，而另一面将永远背向比邻星。如果真的被潮汐锁定了，则很可能在面对母星和背对母星的交界处附近出现一个被称为晨昏圈的宜居区，那样的话，在晨昏圈里的平均温度就可能达到0度，生命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就更没有问题了。但是由于比邻星经常会爆发耀斑，比邻星 B 受到的 X 射线的辐射是地球表面的400倍，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如果想在比邻星 B 上生存，就必须有极强的抗辐射能力。因此在比邻星 B 上存在高等生命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我们不太可能在比邻星 B 上找到三体人，除非比邻星 B 拥有比地球强大得多的磁场，来保护自己免受这样的干扰。至于那里是否存在强大的磁场，就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不知道您看了我这期节目之后有什么感受，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了。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